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讲特别来宾，陈立芬委员、陈凤馨小姐、林金杰议员、谢依凤委员、李永平前副市长、李明贤议员。好，那么美国拜登第一次用总统提取权援助台湾那这个权的，特别是从批准到交付，最快的话只有几个小时就是总统一批武器就可以交了那美国对台第一次动用，它就叫做 PDA 军售，超过100亿新台币了3亿多美金那在美国其实已经43次动用了这干嘛呢？是援助乌克兰那因为乌克兰一直需要军火嘛，所以一直援助他，那这个到底现在是不是免费？不知道了理论上讲应该是免费，对乌克兰都免费应该是要免费的不过好像没讲清楚了那另外专家说保养成本武器的保养成本也很贵的到时候呢这个包不包括保养的这些费用在里面那因为这次给台湾3.45亿美元，所以国台办很生气，所以这是加剧台海兵凶战危，就是给武器，一直给武器然后制造两岸的这个冲突升高中国驻美国的大使馆说呢，停止知道台海局势紧张的因素因为你们是给钱专家推测这次不是救穷，因为台湾有钱嘛，台湾不需要你给钱嘛，而是救急因为老公如果立刻打，你缺什么呢？缺标枪飞弹，缺刺针飞弹他在乌克兰发觉这个蛮有用的，我们看一下。拿出 F-16V 战机去年秀大象走路画面，韩国演习刚结束，空军特别剪辑出新战片，谈到国军夙夜匪懈，全势守护，但似乎担心对岸威胁加剧，台湾的防御能力不够。美方最新宣布提供台湾3.45亿美元军援，这折合台币108亿元。当然，我们正面看待美方积极协助我们国防建军战备，也期盼这样子的协助跟军援能够符合我们国防的实际的需要。这是自1978年美国停止军援台湾后另一项指标行动。上个世纪是为了救穷，现在美国出手恐怕是为了救急。但专家也指出，美方使用总统拨款权的3.45亿美元军援，这金额其实不高。那究竟援台武器清单可能有哪些呢？我们用训练时程还有金额来推翻说，美国不太可能给我们 MQ-9A 或是国家飞弹防空系统但是呢，有没有可能性说给台湾便于台湾军队操作，但是台湾又不能生产的武器这个可能性是有的。那这些武器呢，包括比如说刺针飞弹，或者说标枪飞弹等等。认为援台 MQ-9系列无人机几率不高，因为一台造价本就惊人。只是与此同时，政院敲定明年的国防预算，预计约44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7.5%。如果加上海空战力提升和新式战机特别预算，明年的国防预算预计突破5300亿元。面对中共武力威胁增加，这数字也展现国防决心。薛委员怎么看？其实，拜登政府从过去以来10次对台军售，现在是首度的对台，利用总统的提取权给予台湾军援这是提升到美国对台湾以准。就是非北约的这种盟国的这样子的主要盟国的资格，那给予台湾这样子相关的，就是说除了过去承诺的维持台湾的这个安全的口头承诺以外，现在又提升了这样子法律有这样提升法律的地位，但是其实我们必须要知道那也代表了好像战争的脚步近了。那很多台湾的民众，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地方基层的跑，我们可以知道台湾民众其实已经非常了解了。我们希望备战，而不希望引战，而这好像感觉起来是战争的前哨战，就是已经脚步越来越近。那大家还是希望说，能不能是用沟通来代替对立？能不能再是就是尽最大的努力来争取和平？其实我们从过去就一直在讲，台湾有非常好的这样子的细盾，我们有非常好的晶片，是不是怎么样子让台湾对外的这个商业的往来更加的便利，或者是我们从过去也讲的，让国外的观光客可以大幅度的来到台湾，可以增加外国的观光客旅客来台湾，只要台湾的人见度高，只要外国人多了，全世界的人如果都在台湾的话，那这样子
其实世界上都会阻止战争在台湾的发生。我认为这才是维护台湾长治久安比较好的做法，而不是一直在提高战备的这样子的就是提高层级，这样子的确会让台湾的民众没有办法安心。那陈委员怎么看？其实我想今天美国这个动作，然后拜登这个动作，其实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强心针，因为过去大家都说啊，美国拢讲假，然后都说假的，然后反正就喊一喊，但是他实质今天有这个动作，我觉得这对我台湾来讲，起码证明了美国他们对于台湾的支持，并不是只有口号，或是只有嘴巴说说，包括我们的台美贸易协定这个部分倡议的部分，那还有在这个所谓的一个军援的部分，那陆续都看到了实质。那也因为这个样子，中国才会跳脚如果没有这些实质的动作，可能他就会开始缩嘴了啊，说你看吧，就是因为你们跟美国要好，那美国根本就也就是在利用台湾啊等等，就会讲了一些缩嘴的话，那反而我们两边都变成是一个被孤立了。可是起码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已经有动作了，那我们也希望说目前这些军援，或许大家认为说，如果依照一般美国的一个支出预算当中，说真的这个比例还不算高了哈，可是起码他做了。那当然，在未来提供的武器的部分，是不是真的可以用在台湾真正所缺乏的地方，或是所需要的地方？我觉得这也是要我们积极在跟他去沟通。但是起码这已经走出了第一步，也起码让台湾人民看到说，台湾其实不会孤单。尤其包括这个日本也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美国也是这么说。那他们都有一些动作的话，那么就会让台湾在整个国际情势当中会感觉是有澳元的。好吧，美国宣布给我们这个军援以后呢，大陆发布福建演练直升机掠海对岛打击这岛是哪个岛？大家去想一想哈。那另外呢，美国众院跟进参议院提案以后对台的军售不再限防御性武器那有可能我们台湾会取得攻击性武器吗？我先发制人，先打你吗？来，凤馨。美国呢，在最近这一段期间，对外的军演其实主要的一个国家就是乌克兰。那他现在多加了一个台湾，是不是把台湾当成第二个乌克兰？我觉得这是我们反而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现在对于台湾的支持，是不是乌克兰式的支持，给你军火，但是绝对不入战场。所以给你很多很多的军火啊！这一年的乌克兰的战争，美国给了乌克兰的军火是410亿美元。所以他今天把这笔钱一部分的钱，然后拿来呢，就支援台湾的武器。当然我们并不缺这一笔钱，可是他反而凸显了一件事情。前一阵子国安局长就对外讲说，国安会秘书长就跟大家讲说，哎呀。台海之间根本就没有兵凶战危，没有任何的战争风险，所有战争风险都是中国大陆的认知作战。当美国要用军援的方式来军援台湾的时候，兵凶战危，你觉得到底是谁在做认知作战啊？那么我最近才刚刚看完了一份102页的兰德报告，那是美国国防部委托兰德公司所做的报告。那报告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台海发生战争，台湾到底能不能撑90天？90天，我们在台湾常常讲的就是说，如果中国大陆打来的话，那我们到底可以撑1个礼拜，还是2个礼拜，还是1个月？我想没有人提出来说要不要撑90天。结果他的研究就是要分析说，那台湾能不能撑90天？而且这90天当中呢，美国进来的几率是0的情况之下，当然他的结论是说撑不住，这样他就结论就很简单，他说希望渺茫，这个前景上面呢是堪虑的，所以他就提出来了一些建议就包括了就是说美国要提供更多的军援好，现在军援来了可是即便是如此，他其实在里面都有分析到，我觉得这里面是让我们必须要去理解的，就是说。按照两岸经济规模如此的悬殊的一个发展，他们时间拉得越长，对台湾就越不利。而美国如何的军援都恐怕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撑不久的事实。好，这个是那一份102，而且他的分析当中主要都还是集中在军事面他后面附了一个
很多的附录，重点就是放在经济上面，我们对于中国大陆的依赖，经济问题它都还没有纳进考量哦。封岛的时候呢，我们产生的经济损失，它都没有纳进考量的一个情况之下，他认为台湾是不太可能撑这么久。所以我最后想要做一个结论，就是说，我觉得备战这件事情，在兵凶战危的时候当然需要，所以我们看到国防预算也增加了，然后美国呢这边也军援的武器也来了，我们并不是说这些事情不该做，但是面对战争的风险这么大，我们备战了10分，请问一下，我们避战的努力做了多少？0，甚至于是负，这才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备战跟避战，难道不是2条都必须要并行共同的努力吗？风险这么的大，努力当然必须要同步啊，不能你在这边不断的备战，不断的叫嚣，可是另外一边所有的避战努力通通是0。难道一定要打到战争出现了之后，我们才知道说究竟我们的备战到底够不够吗？我记得在2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因为经过了2次世界大战，德国跟法国，我跟你讲，打的不是只有2次世界大战。19世纪的时候，普法战争打的时间更长，他们是血海深仇。他们在1951年的时候呢，倡议煤钢共同体，因为所有的军火前面一定要有煤，一定要有钢，所以他们就把煤跟钢的生产全部交出来，大家彼此透明，这样子用这样的方式来避免战争。他们是血海深仇。刚打完2次世界大战不到10年的时间，他们决定要放下仇恨，然后共同的来化解，然后让朝向和平。今天不会有人觉得法国跟德国是仇人了吧？再也不会了吧？如果法国、德国当时有这样的勇气去避战，他们当时其实那句话就是让我印象最深刻。当时呢，其实他们有一位政治人物就说了一句话，他说：风险越大，就需要更大的努力去避开风险。所以他们当时甘冒这个什么卖国贼啊这种各式各样的帽子，然后愿意去努力做这件事情。现在全世界都感念当时的法国的外交部长、德国的总理他们所做的所有的努力。我今天其实要问台湾的是，我们备战对，但请问一下，有多少人认真的在做避战呢？好，那么现在在举办这个警察跟消防人员运动会了啊。那世界警消运动会啊，全世界有200多个国家的警察跟消防员来参加哈。那这个我们有一个选手是自费参加比赛哦，然后呢要举我们的国旗啊，中华民国国旗，警政署高官说不行啊，你哪个单位的哦？你怎么可以这样呢？这违反这个奥运的规则哦。那结果呢，他的这个行政署长的网络就被粉专灌爆了，说我们自降国格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把阻挡国旗哦？另外呢，这个警政署赶快回应啊，说我们是依照奥会模式啊，也没有矮化，奥会就是这样啊。哦，那为什么骂我们呢？那结果林右昌也挺，内政部长挺，说国旗拿出来哦，这个台湾 No.1 怕什么？没加哦。那郑文灿也说，这个只要不是正式的仪式就可以拿国旗啊。啊，所以正式仪式可能开幕啦、闭幕啦，这样啊，非正式都可以啊。哦，为什么要阻止自己的人？警政署有没有阻止自己的人？那侯友宜也站出来，政府应该站出来做选手后盾，这个是大家很勇敢的，冲啊！谁敢讲说不要啊？那时代力量也说，政府不要当台湾走向世界的绊脚石啊！啊，为什么要阻挡我们的国旗呢？啊，那第一天我们拿了3金4银啊，那选手呢是披着国旗去领奖啊，披着国旗啊。所以呢，到底怎么样啊？那奥会的模式是说，台湾人出国比赛，是不是就变成中华台北了啊？所以有人对这个也不高兴了啊。那另外呢，这个在野党说，那你外交部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指引嘛？对，什么样的比赛是可以的，什么样的比赛不可以？你不讲，选手也不知道他该怎么办呢？哦，来永平。对，我觉得这个案例哦，其实说明我们的警政署啊非常的保守。好，我举一个很类似的例子哦，而且那个时候中央跟地方都是国民党执政，就是我在台北市政府服务的时候啊，那个我们去这个台北市政府的团呢，到东京去参加这个东京电影节啊，就东京电影节呢的单位，我们有秀这个我们的国旗什么的，结果呢，东京电影节呢就受制于那个对岸的压力哦，就对岸
那个中共的代表呢，就非常的去跟日本主办方强烈的抗议。那我们整天都不是说这个日本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吗？没有哦，他非常粗暴的、完全不沟通的，把我们的旗子啊、当时我们的布置啊，全部下来。那个时候，中央是马英九执政，地方是郝龙斌执政，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是强烈的抗议。我们不但强烈的抗议呢，而且打电话回来跟我们反映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能退啊，我们要维护我们的这个国旗。那我要讲的是说，东京电影节的事情呢，是对岸去跟主办方抗议，那日本人非常的胆小。那个时候就以什么，他们觉得他们要维护一中原则啦，还是什么的，他们就这个主办方来压迫。你说有这样的一个转折，可能，而且我们做了及时的抗议，我想大概民众都能够支持我们的做法。可是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运动会啊，警消的这个运动会呢，我觉得警政署的做法，而且是在民进党执政情况呢，他的做法不可思议。他并不是说主办方跑去警告你说你不能够带着国旗，是他自己看到我们的选手把国旗拿出来，就说你不能拿国旗，就叫他把它收起来。对啊，而且还问他说你哪个单位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那警政署在干什么？那你民进党好，我们这样子讲好了，民进党整天在骂人家说你这个在搞认知作战，那个在搞认知作战，我们可不可以质疑说，现在的中华民国的行政体系，中华民国的官员，就因为你民进党常年的洗脑，不情不愿的不太愿意承认这个国旗，蔡英文作为总统呢，整天那个国庆日的时候去发的请帖，各方面呢看不到一个国旗，也没有国旗的颜色，好像让整个行政体系呢，公务人员是不是都觉得国旗好像蛮羞愧的，还怎么回事？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所以当有人拿出来的时候，哇，就感觉热血沸腾，就赶快去阻止。好，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发生在民进党整天说要维护主权的这样的一个政党呢，真的是滑天下之大稽，而且非常的丢脸。好吧，警政署有说明了啊，警政署说我们变白话了哈。他说赛前呢，就向大会说明，我们队名叫做 Chinese Taipei， 入场顺序呢也是以 TPE 排在 T 组啊。那主办方承诺会依奥会模式，同时要求我们确实以奥会模式进场啊。然后呢，他说代表团会再向自费的选手公，当然公费大概都知道了哈。那另外呢，他说采奥会模式是跟主办方面的事前默契。什么叫做奥会模式呢？1981年3月23号，中华民国奥委会叫做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跟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订定了洛桑，在瑞士洛桑订了一个协议。中华民国方面正式接纳中华台北名称作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代表团名称，这个模式在以后被称为奥会模式或奥运模式。来，专员你要说明。基本上我觉得警政署不必要再做这样的一个解释了哈。其实那是感受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去参加国际比赛是一个奥会模式，这大家都知道。可是我们看有多少的国际赛事，我们的选手最后在很多的场合，他是可以披着国旗的，在一个私下的场合，或是另外一个大家在一个群聚的场合，我觉得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去表现。你不需要说在这一个所谓的他自己拿出来的时候，在私底下你就跟他讲说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我觉得应该是也是在警政署这些长官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点过头了，而且似乎有点这个让大家觉得感受不应该的一个态度，而且现阶段我们都认为说，走到哪里大家都认为在帮我们把国旗高高举的时候，怎么可能我们自己走到一些国际赛事，我们没有去表现出来？所以我认为警政署不用再去做多余的一个解释。好，我们看一下背景新闻。双方开始拿手机互相录影，越讲越火大。然后是不是中华民国奥会模式？我们是
非自驾。你的身份证写什么？也就是说，跟红衣男这方都是自己人，结果在国际场合被对方阻止拿国旗。在加拿大隆重举行的世界警消运动会，自费参加的消防员团队在开幕式挥舞国旗进场，原本很开心，游行时各国家都很支持，还合照。结果警政署的长官来的时候，你看到我们手臂上有臂章，他就直接这样，这样不合适吧？当下结果蛮火的。跟代表团比较不一样，因为是自费选手，团服也是自己设计，上面有国籍跟台湾字样。如今被阻挡，气得痛批，这不是自我矮化吗？警政署跟消防署都说是误会一场。但这件事传回国内，民众全炸锅，留言灌爆书上脸书。内政部长林右昌深夜赶紧发文说，已通知代表团国旗拿出来，不用有顾虑。不过底下声援的绿营政治人物，过了快1天，只有前彰化县长魏明谷、立委陈素月和议员黄琼慧。蓝营质疑绿营迅速拆弹，却没集体大肆批评，似乎也是考量到基本盘感受。只是代表国家的象征，竟然是被自己人打压，怎么说也是难平众怒。来，林远，如果今天在马英九执政的年代啊，如果今天是发生在我们国民党执政，这件事情没有被民进党的立院党团拿出来 K 的话，我才不相信这是民进党的作风了。我觉得民进党执政这7年以来，你有没有改变了这个我们在国际的地位吗？很显然是没有嘛。以前国民党在执政的时候，你没有拿国旗，民进党就在 K 矮化国歌，马英九上前辱国啊，不是一直在骂我们吗？那现在你们的警政署今天是谁管的？是你蔡英文管的，不是我们国民党管的呢。那你有改变了什么？你还是一样啊。你不是说你最会沟通的政府吗？在2016年的5月20号的这个就职当天，你说我最会沟通的政府。我是最有效率的政府，我们谦卑再谦卑。这7年多来，你做了什么？只有把一些不该进来的，比如说日本的福祉啦，还有一些莱猪啦等等都进口了。我觉得我在我们国际的能见度里面，我们反而跟马英九的这个政府比起来，我们这个损失了很多的国家。你们看，我们断交了几个国家？很明显的，蔡政府、民进党在执政，就以我们台湾的国际地位，很显然的是没有提升。你自己今天你警政署，你自己矮化我们的这个选手，连国旗都不能拿进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书记长，我们的一个副秘书长，你应当要在立法院召开国际记者会，骂我们的这个警政署，也骂我们的这个蔡英文政府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当年在骂我们，那你们今天为什么你们自己腰杆不挺起来？就是说骂我们的警政署说怎么可以这样？我们就是要国旗，我们就是要强烈的跟我们的主办单位来做一个严正的抗议，这才是我们政府应该有的作为。因为民进党很讨厌中华民国的国旗下次会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邀请林金杰候选人一起来骂哦。其实我觉得今天最特别的就是郑文灿副院长跟林右昌，他们竟然也公开的来批评这个警政署。其实我们必须要知道，中华民国的国民出国为国争光，在国际上面参加赛事能够拿到金牌，这都是我们国家的荣誉。但是我们的外交部有没有协助他们？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协助这些选手？其实不只是这一次，在5月份的亚锦赛的时候，小戴他参加了亚锦赛拿到冠军，跟4强的拍照的时候，发现他身上没有国旗，大家就觉得说，其他国家的选手都有国旗，为什么我们没有？那时候大家还猛烈的批评小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外交部有说什么话吗？你有去协助选手跟当地的赛事的主办单位共同来协商说要怎么做嘛？但有没有做呢？那行政院的副院长郑文灿，如果外交部没有做的时候，你凭什么在骂警政署？你可以事前做的啊，你不是事后再批啊。你跟我们立法院有立法委员有什么不一样？你凭什么跟立法委员一样在批评呢？在野党所有的候选人都可以批评，但是你有执政权，你有行政能力去解决这件事情的行政院长、内政部长，你没有资格批评。你在事前就要跟外交部协调，共同来让参赛者在国际参加赛事的时候，可以有办法拿自己的国旗出去啊。